清风徐来。听说枯梅大师未曾将这清风13式的任何心法传授给弟子，更何况华山派以外的人了。以胡铁花的武功，本来是不会躲不开这一招的。但他也不知道见过高亚楠使过多少次清风徐来了。这一招清风徐来的剑式，这位姑娘已经学得似模似样，只不过其中的精髓，却是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的。枯梅大师门规严谨，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将师门心法私下传授给别人？哼，看你能不能躲过这一招！清风13式中的清风拂面。你想干嘛？想2个打1个？不要脸！不要脸！我只想问姑娘一件事情。我不认识你，你凭什么问我？那好吧，既然姑娘不想让在下问，那在下就不过问。只不过怎样？只不过我想问的事情，也许姑娘也很想知道呢。你想问什么？这个老臭臭对付女孩子果然有一手。其实在下只不过想问，姑娘刚才使出的清风13式，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。什么清风13式？我哪有用过什么清风13式？你看错了，你眼睛一定有毛病。哼！我问你，你是干什么的？8成是那个小偷的同党，说不定就是窝主。识相的，把我的珍珠还来！窝主的确是有，但是却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？哼，是。是他。他不但是窝主，而且还是主谋。那颗珍珠就在他的身上。这位朋友，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这种事情是万万不可开玩笑的。这位姑娘的珍珠是圆是方，在下都未曾见过。阁下不是开玩笑是什么？各位在场的朋友们，请问有谁见过方的珍珠呢？而且这位朋友说，他连珍珠是圆的都不知道，这不是在开玩笑，难道是在欺骗小孩子吗？阁下如此血口喷人，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好在事实俱在，我也不必再多做辩驳。
倘若那珍珠真的在我身上，你说是我偷的，那倒也无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笑话！哼，倘若从你身上搜出了那颗珍珠的话，我想，那到时候就不是一个笑话了。对，只有搜一搜才知道谁说的话是真，谁说的话是假。你们真的要搜吗？啊？只要不做贼心虚，搜一搜又何妨？要搜也无妨。若搜不出来呢？若是搜不出来，那么那颗珍珠就算是我偷的。我若赔不出珍珠，我就赔个脑袋给你。各位都听到了，这话可是他自己说的。是。我一向言而有信，这一点想必你也是知道的。好，那就来搜吧。是不是先得让他脱光了再搜啊？那倒也不必。我知道那颗珍珠就在他腰上的腰带里，只要他把腰带解下来看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解下来呀，难道你不敢吗？不解也得解。哼，他要是敢不解的话，我倒是很佩服他的胆量了。解就解，而你方才说的话，你可不要忘记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么我就得亲手解下来检查，因为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毕竟我也只有一个脑袋而已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。好，拿去。好歹毒的暗器，带这种暗器的人，想必不会是好人。暗器是好是歹都无妨，只要没有珍珠也就是了。那想必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，在这个腰带中间就是空的，所以说，这珍珠现在就在这里，请大家看仔细了。我这一拳只用了4、5成的功力，江湖中能够挨得了这一拳的人，并没有几个。不知道这颗珍珠是否跟姑娘遗失的那颗是一样的呢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大爷们就算拿了你的珍珠，又能怎么样？成千上万两的银子，大爷们也说拿就拿，也没见谁敢咬掉大爷的腿去。哼，好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多日不见，金姑娘的剑法更加精进了。这一招柳絮飞雪，使得当真是神完气足，意在剑仙。就连还珠大师，只怕也得认为是青出于蓝了。
难怪这位姑娘的剑法如此高超啊！原来是峨眉派的门下。姑娘，这2位朋友在下是认得的，还望姑娘看在下薄面，放过他们吧。他们是小偷，你难道会有这样的朋友？我想，姑娘只怕是误会了。哼，什么？误会？我亲眼所见，怎么会是误会？他们2位虽及不上万福万寿园之富可敌国，但也是拥资百万的豪富。像姑娘手上这样的珍珠，他们2位家里虽然没有太多，却也不会太少。在下保证，他们2位绝不可能是小偷。多谢公子仗义之言，否则这件事其实也算不得什么，大家都是误会，啊！现在既然已经解释开了，今晚在下还是要摆酒向金姑娘赔礼。不但金姑娘今天晚上必到，在场的几位也一定要到。大家在此相会，也总算是有缘，岂可不聚一聚？不知2位兄台可有同感吗？哈，有酒喝，就算我不去，我想我那位朋友也不会答应。嘿，那是啊，只要有酒喝的话，哪怕是喝完之后被人家砍上几刀，那也无所谓。如此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如此热闹的场面，不知道请不请我呀？这位兄台若肯赏光，欢迎还来不及呢，怎有不请之理啊？既然如此，在下就谢过了。但不知这宴设在什么地方啊？就在对面的3合楼，如何啊？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这海怪张三怎么跑得那么快？没有了珍珠，他当然走了。哎，老丑丑，我实在想不通，你是用什么方法让他把珍珠给吐出来了呢？这个小肥猪，他人很奇怪，他谁都不服，就是服你。哎，你又跟他不熟，这么做太绝了吧？哦，哎，啊，刚才那个光头，你没有认出来他是谁吗？依我看呐，他认得出你。他呀，吃了哑巴亏都不敢吱一声。我倒是不认得他，不过觉得他蛮可怜的。你觉得他很可怜吗？嗯。你若知道他是谁，你就不会这样说了。他谁啊？这几年来，在东南沿海一带，专门有一批海盗，杀人劫货，无恶不作。紫荆帮。没错，那个光头就是紫荆帮帮主海阔天。紫荆帮这几年来一向在路上很少活动，所以你认不出来他。这厮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了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要知道他是海阔天的话，我这一拳可没那么轻。大哥，我真不懂，方才你怎么忍得下来？就算那个丫头是金老太婆的孙女，那又怎么样？
我们像是怕事的人吗？你不知道，我忌惮的并不是那个姓金的。不是姓金的，那是那个驾校的小子吗？他毁了大哥的腰带，我早就想给他一刀尝尝。亏你没那么做，你可知道他是谁吗？哼，看他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，难道他是楚留香不成？一点不错，他正是楚留香。楚留香啊，楚留香！我们虽对付不了你，但总有人能对付你。你若是还能活过3天，就算你有本事。哼！听说海阔天，他出手很准，他只要一出手的话，肯定是满载而归。他们说他是1等1的大海盗。我一直很想找个机会教训他，始终没有机会。刚好，这个机会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把他给放了？那是因为我不想打草惊蛇。打草惊蛇？海阔天是草，那蛇丁峰。嗯，这个人我也觉得很可疑。不知这里可是兰太夫人的帐篷？他本来在枯梅大师的帐篷里，帐篷炸了，他却出现在这里。枯梅大师人就不见了。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第一件事情。还有那个金灵芝，他和华山派全无渊源，他又是怎么学会了华山派的不传之秘清风13式？而且他还死不承认。这就是奇怪的第2件事情。还有这个金灵芝啊，他本来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像母老虎一样，可是自打这丁峰出现之后啊，哎，他就好像福气得很呐，就跟个纸老虎一样了。哎，你说他和丁峰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？这是第3件事情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那紫荆帮只在海面上活动，但是海阔天却忽然出现在这里。丁峰既然肯为他解围，这个事情一定和他也有关系。那丁峰和海阔天之间究竟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第4件。还有，那丁峰，他一出手就能夹住金灵芝的剑，说明他这个人对华山派的清风13式的剑路很了解。试问这又是为何呢？这是第5件。丁峰他明明知道金灵芝用的是华山派的清风13式，他硬要说是峨眉派的柳絮剑法。这招柳絮飞雪，使得当真是神完气足，意在剑仙。就连还珠大师，只怕也得认为是青出于蓝。这摆明就是为金灵芝掩饰，这又是为何呢？第6件了。这个丁峰，他的双掌夹剑，用的手法仿佛就是自扶桑贾鹤谷传来的大拍手。轻功身法仿佛和当年的血影人路数相同，而且又对华山派的剑法如此熟悉。这少年年纪虽轻，武功却那么高，而且身兼好几家的不传之技。哎，你说他到底是什么来路？这是第7件。哎。酒鬼，啊，没有了？哇，1天之内
就遇着7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，难道还不够啊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7件事情都有什么关联呢？想是想过，但是想得我现在头都晕了。嘿，其实这7件事情连起来就是一条线。这枯梅大师下山，想必就是为了调查这条线。没错，枯梅大师此次下山就是想查明，到底这清风13世的秘传剑法是怎么会让别人知道的。他为了方便行动，自然不会用枯梅大师这个身份了。没错，这清风13世的秘密心法，知道的人就只有枯梅大师和高亚楠。枯梅大师身为掌门人，是绝对不会泄露这个秘密的。高亚楠，绝对不可能是他。他当然不是这种人，所以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可能。什么可能啊？就是清风13世的秘籍心法已经失窃了。你想这人会不会是丁峰？纵然不是丁峰，也跟丁峰有很大的关系。想必枯梅大师也知道这件事情和丁峰有关系，所以才会假扮成兰太夫人，到这里来跟丁峰见面的。如此说来，只要把丁峰给找出来，那就可以问一个水落石出了。枯梅大师，你以为他会像你这么冲动吗？他当然知道那丁峰只不过是条小蛇，背后一定还会有一条大蛇。大蛇是谁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到现在为止，我估计那条大蛇还在山洞里，所以必须要把这条蛇从洞里引出来。这样一来，所有的事情才能水落石出。抓住条小蛇是没有用的。但我们也绝对不能够轻举妄动，因为这件事不但和枯梅大师有关，想必也和很多其他人有关。哦，除了枯梅大师之外，一定还有很多人的秘密掌控在这条大蛇的手中。大蛇又咋样？大蛇难道能把我们2个吞下去？甲鹤谷的大拍手，血影人的轻功心法，这都已经是江湖上难见的秘籍。再加上清风13世，你想想，他们能够将这3派武功都学会，已经很难对付了。倘若他们再将10几派的武功都加在身上的话，岂不是比石观音还要难对付啊？去！唉，何况一个人能将10几种武功学到身上的话，那个人得有多大的本事啊！由此可见，那条大蛇的心机和手段，的确是非常人所能及的。阴险毒辣的人，我们都见得多了，那又怎么样？嗨，我也没说真的怕他们，只不过我们能够小心一点，总还是好的。其实，我也知道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对付。哎，无论是谁被牵扯进去，再想要脱身是非常难的事情。据我们所知，现在牵扯到这里边的人已经有很多了，有万福万寿园、华山派、紫荆帮，我们不知道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。其实，就刚才说那些人，已经很了不得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知道有一个人很了不得的。谁啊？那个人就一直跟在我们身后。
我们在同一个池子里面洗澡，也算是一种缘分嘛。何不过来一起聊聊？好轻功，轻功再好，又怎么能比得上你楚香帅呢？啊，阁下认得我，但是我却不认得阁下，那岂非对我很不公平啊？我的名字说出来，两位绝不会知道的。阁下谦虚了。他这不叫谦虚，他是不想跟我们交朋友而已。哎，不，我不是故意谦虚的，更不是不愿意和两位交朋友，只不过，哎呀，好吧，在下姓勾，名子长，两位听说过吗？看，我就知道，两位现在总该明白，我不是在故意做态了吧？其实我这个人呢，从来也不知道谦虚这两个字。以我的武功，在这江湖上，本应该有我的名字才对。只不过，我从未在江湖上走动过，所以两位自然也就不知道我的名字了。哎，那你既然知道老臭虫楚留香的名字，想必你也知道我胡铁花的名字了吧？胡铁花？不知道。啊，不过我能够看得出来，以胡兄的武功，在这江湖上，也绝不会在楚香帅之下的。哎，你也不用安慰我，哎，我不是那种小气鬼。老臭虫，虽然你的名气比我大那么一点点，嘿，那也只是因为我的酒喝的比你多一点点，醉的时间比你长一点点，所以你的名气也就比我大那么一点点。老臭虫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啊？你呢，每次喝酒，我喝一杯，你最少喝了7、8、10杯。哎呀，7、8、10杯还没有，7、8杯倒有了。每次我看到你举起杯来，以为你要喝的时候，你又讲的话，然后就不喝了。所以说，你的老毛病就是话说的太多，酒喝的太少。是，全天下哪有人不知道你胡大侠喝酒最能喝了？就算你喝8杯，我喝1杯，先醉的也一定是我。这句话没错。啊，我们走吧。张三啊，哎呀，这小子总算还知道些好歹，已经在烤着鱼，等我们来了。张三烤鱼的时候非常专心，就算是天塌下来，他也不管的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他都要先把鱼烤好。人人都会烤鱼。我烤出来的鱼比别人好吃，就是因为专心。专心这2个字，就是我烤鱼的诀窍。我倒认为，无论什么人做事，都应该学学张三他这诀窍。想吃烤鱼的，自己拿凳子过来坐吧。嘿嘿，行。嘿，来喽！哎，喂，张三，你这鱼烤好了没有啊？再烤下去，那就烤焦了。哎呀，被你这么一打岔，这条鱼烤的肯定不如原来那滋味了。想吃拿去。
给我。啊！哇！性子这么急，哪能吃到好东西啊？但性急的人至少还有东西可以吃，总比站在一边干流口水的好啊！刚才在澡堂里差点撞倒这位兄弟，本应该先烤条鱼敬给他的。你们也不先给我介绍介绍？好，这位是啊，我叫钩子长，我不吃鱼，我一见这鱼啊，我就饱了。他说话倒也直率，不过不吃烤鱼也不用罚站。来，坐。我这个地方啊，不用，虽然啊简陋，但是倒也干净，没有什么鱼腥味。请坐。啊，我就坐我的箱子吧。啊，你一定是在猜我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你永远也猜不着。我只知道，起码不会装的是鱼。我让你猜3次，你如果猜对了，我就将这箱子送给你。我又不是神仙，我怎么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？不过，世界上最沉的应该是金子吧？哎，不对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就算世上所有的金子摆在我的面前，我也不会把我的箱子换给他的。这箱子竟如此珍贵。哎，在别人眼里啊，它是一文不值，可是在我的眼中啊，它比性命还要珍贵。我猜不到了。既然这箱子这么珍贵，我相信想要看上它一眼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吧。但是你迟早都有看到的时候，性子不要太急嘛。这性子急的人呢，是看不到什么好东西的，啊。哎，伯兄啊，这晚上3合楼还有桌好菜在等着咱们呢，你干嘛不留点肚子呢？那你就不懂了吧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菜，也不如张三儿烤的鱼好吃啊！哦，兄长我所欲也，鱼亦我所欲也。若张三儿烤的鱼也，舍兄长而食鱼矣。这小子还挺有学问。哎，这个别的学问我是没有啊，可是这个吃啊喝的学问，那我可大了。就算你烤的鱼不是最好吃的，起码我现在先吃在嘴里面，吃在嘴里面的鱼骨头，总比看着天上飞的天鹅要好吧？喂，狗兄啊，你以为今晚3合楼那顿饭真的那么好吃吗？菜里要是没有毒，那才是怪事呢。哎，海怪，你的鱼里面好像有条蜈蚣啊，难道你想毒死我们啊？哎，他在那边用这个玩意儿偷听。我想那个人恐怕要很久听不到声音了。一粒石子儿，弹进耳朵里面，那是便宜他了。要是我的话，我直接插爆他双眼。应该打他的鼻子才对，让他闻不到我烤鱼的香味儿。江帅，既已发现有人偷听，
为什么不把他抓来问问，是谁派来的呢？其实说实在的，如果真的要问的话，我看也问不出来什么。但倘若真的不问，也可以知道他是谁派来的。是谁啊？老叔叔，他们在说什么？那高的人说，帮主在那条船上；那矮的说，只希望什么？抱歉的很，下面的话我也听不清楚了。哎呀，老叔叔，你怎么现在连耳朵也不灵光了？很远呐。酒鬼，你刚才到底有没有看出来，那2个人是从哪里来的？哎，自然是12连环雾啊！哎呀，说来也奇怪，你说那个吴老大他跑到海上来干嘛？哎，12连环雾是什么地方？12连环雾就是凤尾帮总舵的所在地。凤尾帮？凤尾帮在江淮一带，那就是第1大帮啊，历史悠久。他就跟那个丐帮啊差不多，就连他们的行事也跟丐帮差不多，正派得很。那吴老大又是谁啊？哎，吴老大就是武维扬啊，也就是凤尾帮的总瓢把子。此人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为人刚正，可算得上是响当当的好汉子。我若见到他，一定请他吃烤鱼。嘿嘿，你可知道，要吃上张三儿烤的鱼啊，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那个神龙帮的帮主云从龙已经想了很多年了，可是等他口水都干了，也吃不上。其实云从龙也不算什么坏人，只不过他在长江，我呢在海上，他总觉得我得听命于他，凭什么？我就是要让他看得见，吃不着。这神龙帮，原来是在长江上啊！神龙帮已经盘踞长江多年，从来没有人敢侵犯过他们的地盘。武维扬就是因为昔年跟他们有过约定，所以发誓绝不到长江上来。他们忽然出现在海上，确实有点奇怪。哎，但是你们怎么知道刚才那2个骑马的人一定是12连环雾的人呢？你没看见他们穿的衣服吗？穿的是黑色的呀。哎，那穿黑色衣服的人多了去了。哎，我说你不懂了吧？你看他们黑色腰带上面有一个特殊的标记，那就是凤尾帮独一无二的标记。哦，嗨，看来你们的眼睛够厉害的。哎呀，在江湖上混呐，不但眼睛要好，这耳朵还要长，单是靠武功高是没有用的。2位的轻功都很高，只不过勾兄好像略胜一筹啊。那是，勾兄他手里拿着一个几10斤重的箱子，但我们却一块儿到的。楚香帅深藏不露，功夫想必更是深不可测。几时才能让我也见识你的功夫才好啊？哎呀，什么深藏不露啊！我告诉你个秘密，这个老臭虫啊，他不过是个天生的懒骨头而已。能躺下的时候，他绝不坐着；如果你让他走啊，他绝不跑。哼，能不讲话的时候，我都会闭嘴的。啊，香帅，你可知道这马上的主人为何去而未返？他们2个又到哪儿去了呢？
想必勾兄已经看出来了，这2匹马的主人已经遭人毒手了。想必勾兄已经看出来了，这2匹马的主人已经遭人毒手了。哎，怎么能看出来？他们是怎么遭的毒手？胡兄，请看，这鞍上的血渍还没干，这就证明了马的主人已经遭到不测。哎，嘿嘿，哎呀，你学的倒是挺快的呀，简直像个老江湖了。嗨，我只不过是刚才骑到马上才发现的，哪像楚香帅，谈笑之间就已经看见了。这武维扬强将手下无弱兵，这2个人骑术也不错，武功应该不会弱。怎么这2匹马来去之间还未及片刻，就遭人毒手了呢？来，我去找找他们的尸体在哪儿。走，这。香帅，纵使找到尸体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哼，能找到他们的尸体，就能知道他们的致命伤在哪里，被什么兵器所伤，这样就能大概猜出杀他们的人是谁了。哦，对。嗨，看来我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想不到1顿饭的功夫，这马居然跑得这么远，就这么短的时间，怎么能跑这么远呢？也就是说，尸体不可能在这么远的地方。原来你们找到了，也没给我打声招呼，害我跑那么多的冤枉路。我看你好久没有骑马，想借此机会骑马又兜兜风。骑什么？难得你胡大侠有此雅兴，我们怎么敢打扰呢？是不是？是。谢谢谢谢。你们究竟是在哪儿找到的？嗯，就在这儿啊。就在这儿？我怎么刚才没有发现呢？哎呀，你杀完人之后会把尸体丢在路边让人随便发现呐？30多岁的人了，还是这种火烧屁股的脾气。切，连你小子也来臭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下次你要是再偷了别人的珍珠，我绝对不会把你顶缸了。哎，你也别想再吃我的口鱼。胡兄，胡兄，这2具尸体的确是刚从水里捞起来的。你看，凶手杀人之后，把他们衣服都灌满了沙子，所以一沉下去就浮不上来。要不是香帅发现血渍，我们谁也找不到。如此说来，还是香帅他更有本事，是不是？哎，香帅目光之敏锐，的确非常人所及啊。哎呀，所以你很佩服他，是不是？我佩服至极呀。你想跟他学学，是不是？但愿如此，我求之不得呀。你什么人不好学？为什么偏偏要学他呢？香帅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今天晚上，哎，胡兄，咱们3合楼见。老实讲，他的轻功的确不错啊。的确不错。看他的身法，似乎和中土各门各派的都有所不同啊。是有些不同。他的轻功，你见过吗？我没见过的武功，可是有很多呢。哼，他的轻功确实很了得，可是拍马屁的神功更了得啊！哈，哦，哦什么？你以为他真的很佩服你啊？哎，
其实啊，他是装糊涂，装的什么都不懂，然后故意拍你的马屁，讨你的欢心，其实是另有图谋，你还是小心点吧。你怎么就不能打心里觉得他是真的佩服我呢？哼，看来你是在吃他的醋吧？吼！哎呀，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，这句话确实是一点都不错。可是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到时候你上了他当之后，莫要怪我没把话说在前头啊！对，要怪就怪他不知道你是谁，而且他又不拍你马屁，所以你对他事事不顺眼。不过，看此人的行踪确实很可疑呀。他那个大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呢？很古怪，最起码也该问问他的来历才是啊。这点我想倒不用我们费心，自然有别人会向他问清楚的。谁？丁峰。哎，如果他不到三合楼，那该怎么办？他为什么不去三合楼呢？你以为他像你，已经吃了烤鱼？有人要白请一顿，他为什么不去白吃一顿呢？哎，你找到他们的致命伤痕没有啊？就在左肋。以我的经验呢，这是剑伤。来，哎，以我分析，这里的海水呢都比较浅，所以呢，至少要离岸10丈之外，才能行船。什么10丈？至少要20丈以外才可以。啊，没错，是20丈之外。啊，你说这箭从20丈以外这么射出来，还能射穿他们的肋骨，哎，让他们致命，这人的手劲儿啊，真是少见得很啊。的确少见得很啊。没错，而且按我的经验来说，这人能把他们杀死，肯定是用了一个特大号的箭族，箭的分量呢也非常的沉重，而且啊，还是一个很大很重的强弓。是不是强弓我就不知道了。得是个500担的强弓。没错，在江湖中用这种强弓大箭的人呐，实在是不多。在江湖中，能够有这种臂力玩得起500担强弓的人的确不多。即使用这种强弓，也不一定有这种准头啊，而且能在20丈之外取人性命，还让人家避无可避。的确没错。所以这件事就很明显了。很明显。我怎么不觉得？你还想不出来这个人是谁啊？这人是谁呀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海怪，你知道吗？除了武维扬，还有谁啊？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武维扬做的？没错，武维扬臂力之强，天下皆知，用的是500担的强弓，湖中13根凤尾箭，那更是百发百中。昔年和这神龙帮决斗的时候，7阵中虽然败了5阵，可是武维扬13支箭
射到神龙帮13条船的主棚上，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。否则，云从龙占了大胜的余威，又怎肯和凤尾帮定下了互不侵犯的条约呢？这件事非但是武维扬他生平最得意的事件，也是当年轰动江湖的大事。难道你们忘了吗？我们当然没有忘了。既然没有忘，那你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件事跟武维扬有关系呢？老臭臭，我看你脑袋这2年只怕已经被酒色给掏空了吧？哎呀，老酒鬼，听你滔滔不绝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你变聪明了啊！还有啊，武维扬也知道他用的凤尾剑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，所以他杀了人之后，他把那个剑给拔出来，再毁尸灭迹，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，没人知道他是凶手了。越来越有道理了。只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还是想不通。什么地方你想不通啊？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他2个手下给杀了？老臭虫，你知道吗？这点我倒是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，他们2个人绝对不是武维扬杀的。哼，老臭臭，你这个人是不是脑袋进水了？那么好，酒鬼，你帮我分析分析啊。这2个人刚才骑马一路直奔而去，就是为了要追到武维扬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要不是他们追上去了，也不会遭到武维扬的毒手啊。那他们既然是为了要追到武维扬，那么追到武维扬之后，自然要停下来打个招呼，是不是？没错。那他们如果停下来跟武维扬打招呼，肯定是面对着武维扬的，是不是？也没错。如果他们面对面的话，武维扬举弓用箭射他们，怎么会射入他们的左肋？这么近的距离射出的这支箭，不知要飞到哪里去了。也许武维扬射出来的箭会半路转弯啊。还有啊，这武维扬在江湖中是1等1的高手，纵横江湖20多年。他若真想毁尸灭迹的话，又怎么会被我们发现？也许他喝了酒啊。喂，你们还有完没完？当然还有了。你说他们2个骑着马一路直奔过去，中了箭跌下马之后，那2匹马该是向前跑才对啊！不知道为什么2匹马又往回跑了呢？也许这2匹马不想吃草，他想吃荤，他想尝尝我张三烤鱼的手艺啊！哎呀，好了，你们2个都比我聪明。那你们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2个人一定是被那射箭的人设下坠马才对。那么那个射箭的人肯定就藏在岸边。这2个人中箭的时候，肯定是完全没有防备。还有，你刚才所画的其实没有错。他们虽然用的是大箭，但是未必是强弓，因为20丈的距离要射入他们肋骨，肯定没有那么准。我看呐，也只有2丈之内。2丈之内，我射出去的箭也会很准的。没错。他们这么做，只不过是故意让我们相信这2个人是武维扬所杀的，所以他们才会在岸边留下血渍，让我们找到这2个人的尸身。他们还怕我们找不到这里来，故意放回2匹空马，在马鞍上涂了血渍，是不是啊？这回海怪是真的说对了。你想想看，这2个人是左肋中箭，你啪中了一箭之后，怎么血会滴到马鞍上面呢？不过
还有一件事我没有想通啊。什么事？杀了这2个人，他们已经做到神不知鬼不觉，为什么非要让我们知道呢？我来回答。他就是知道我们看到那2个人，所以怕我们会追究。你这么说呢，还勉强能说得过去。但是杀这2个人毕竟是凤尾帮内部的纠纷，外人是无权插手的。为什么非要嫁祸给武维扬呢？其实他们这么做，并不是怕我们追究什么，也并不是要嫁祸给武维扬。那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武维扬还活着。哦，若是我猜的没错，武维扬想必已经死了。你是说吴老大也已遭了他们毒手？但是他们肯定还不想让别人知道，也许他们还另有图谋，所以他们才这样做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会相信这2人是武维扬所杀的，那么就表示这武维扬他没有死。倘若以后有人问起武维扬的死活的时候，至少还有我们证明武维扬并没有死。这些人心计之毒，手段之狠，计划非常周密，固然可怕，但是最可怕的还是，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人知道他们图谋的究竟是什么。唉，还好，今天晚上他们没有请我出席。你算老几？哎，时间还早，不如吃点烤鱼再说。哎，免了，我还要留着肚子去吃那些孙子的鸿门宴。哎，明天再吃你这孙子的烤鱼。我怕你今天不吃，明天就吃不上了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返。这人太坏了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我就不信三合楼的人能把我们给吃了。不过，我倒想再多吃2次他烤的鱼。也许以后这样的机会真的不多了。哎，我这间屋子里啊，半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。姑娘要想光顾，真是抱歉的很呐。看来今天是梁上君子遇到小偷了吧？唉，你们认识？不认识。姑娘，我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几双臭袜子。姑娘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把它拿走啊。嘿，这你赖在这儿是没有好处的。姑娘还是不肯走。你来到我家想干什么呀？非要让我进去把你轰出来不可啊！喂，这是不是有毛病啊你？对呀，你有毛，你才有毛病呢！他赖在我家不走啊！我有毛病，我有什么毛病啊？嗨，你说你，像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，如果到我家的话，我肯定会让她留下来陪我喝喝酒，那多好啊！哪像你呀，板着脸还要轰人家走。
姑娘，你都听到了啊？我虽然是个好人，但这家伙那可是个大色狼啊！喂，你赶紧走吧，越快越好。哎，姑娘，你千万莫听他在这放屁啊！我老胡呢，只不过喜欢交朋结友而已。啊，你喜欢留在这儿的话，想留多久留多久；想要吃烤鱼的话，就找他来烤。这个姑娘怎么看起来好像是金姑娘啊？啊？母老虎。金姑娘为何会在这里呢？像金姑娘那么尊贵的人，啊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难道想要我的命是吗？哭了？怎么哭了？金姑娘，你怎么哭了？哎，这儿虽然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但张三的烤鱼很好吃啊。只要你不哭，万事好商量。哎呀，金姑娘，别再哭了好不好？哭得我心都乱了。是不是我之前惹你生气了？要不这样，你打我几拳，就当是出气好了。老酒鬼，那金姑娘恐怕不是来找你的。不是找我的，哪能找你啊？莫非金姑娘遇到了什么意外？金姑娘，难道有人对你无礼了吗？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你打不过他们，所以才躲到这里来的？是不是？难道欺负你的那个人是丁峰？这个小子，他竟敢对你无礼！你别怕啊，你留在这里，有我们在。对了，他现在在哪里？你告诉我啊！金姑娘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你别怕啊，虽然我不是什么名医，可是啊，我也略懂医术，我可以帮你治伤。是他把你弄伤了，是不是？他想杀我，险些一刀将我的腿砍断。好啊，这小子好狠心呐！没事，我给你看看。你这个色狼，你敢摸我的腿？你难道忘了我是什么人了？我什么也没忘记，只是忘记你是女人。男人要帮女人，那就是自找麻烦；男人要是相信了女人的话，那更是活该倒霉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会要你来帮我。就算全天下的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找你的。站在那里不要动，动一动，我先要了他的命。我只问你，这人是不是你的好朋友？看来我想不承认也没有别的法子了。那你是想让他活着，还是想让他死？他当然是想我活着了。我要是死了的话，谁陪他喝酒，谁陪他斗嘴啊？不错，他若是死了，
我想我就太平了。可惜我这个人，大家都知道出了名的，不会过太平日子。好，你若想救他，先去把那张三找来再说。我是不愿意他死，我的朋友当中很少有他这样的呆子，以后啊再找他这样的朋友不容易啊。那我到底是呆子，还是色狼了？你呀是呆色狼，色呆子，一个人身兼两职啊。若有心想可以拿的话，那身兼两职倒也不错啊。你们以为我不敢杀他是不是？敢。金姑娘有什么不敢的？连男人的澡堂都敢进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你叽叽咕咕说什么呢？我没说什么，我就说金姑娘女中豪杰，杀个把人那算什么呀？我求金姑娘一件事啊，千万不要让我跳到那海里面去，那里面很脏，我什么东西都往里面倒。你既然知道就好，去那边洗个澡吧。不用吧，我半个月前刚洗过澡，身上还很干净啊。你要想救他的命，就快去，少说废话。可是现在天气又冷，海水又凉，要什么要？我只问你跳还是不跳。这位姑娘还真是蛮横，将来她家的男人一定被她气死。你又在嘀咕什么呢？不是，我是说姑娘的吩咐我照做，我现在就去跳。现在轮到你了。我？姑娘难道要我像她一样跳到海里去？你只怕就没那么便宜了。那么姑娘想怎么样呢？我只想让你替我拿样东西，你若答应了我，我现在就放了他。姑娘想要我拿什么东西呢？桃子。桃子？什么桃子？难道姑娘要我去找西方星宿海极乐宫里面的玉蟠桃？不错。姑娘要的桃子的确特别的很。若不特别，我也就不要了。3个月后，就是我祖母的8旬华诞之期。我的那些哥哥姐姐、叔叔伯伯们，都已经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寿礼，我怎么能没有？江湖传言，那玉蟠桃乃西天王母娘娘蟠桃园中的仙种，少年人吃了能养气驻颜，永葆青春；老年人吃了能延年益寿，长生不老。既然如此，姑娘也知道，那玉蟠桃是13年才结实一次，而且我早已打听清楚了，今年便是那玉蟠桃结实之期，而且我要的也不多，4、5枚也就够了。嘿，你怎么说话比唱歌还好听啊？你可知道那玉蟠桃结实一次才几枚啊？7枚。没错，那玉蟠桃13年才结实7枚，你却想问人家要4、5枚？哼！你真的以为那极乐宫的老怪物是我们家老臭虫的干儿子了？姑娘，这张碧琪这对夫妇对那玉蟠桃视为珍物，我和他们素昧平生，毫无渊源。试问，他们又怎会将那玉蟠桃双手奉上呢？我也知道你拿不到，但是拿不到的东西你就会偷。江湖中人人都知道，根本就没有道帅楚留香偷不到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姑娘，那星宿海远在西极，迢迢万里，
你却要我在区3个月之内赶去赶回，这未免有点太强人所难了吧？不错，我就是要强人所难。你若不答应我，我现在就杀了他。哎，好啊，你赶紧给我找口棺材吧。啊，找口棺材总比找那个玉蟠桃要方便得多。哼，连棺材都不必买，我杀了你以后，就将你抛到海里去喂鱼。哎，老胡啊，老胡，为了你，只有牺牲我的小草屋了。金姑娘，在屋里待得挺舒服啊。现在好了，屋子也没了。嘿，待了这么长时间，想必你也给熏臭了。嘿，到海里面洗个澡如何？你敢碰我？你敢！在陆地上呢，你说了算；在水底下，我说了算。嘿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哎，这破草屋反正也快报销了，毁了就毁了，何必难过呢？哎，我那是破草屋，你说我那是破草屋，这样的破草屋你有吗？就算是有一间的话，我也会把它给毁了。我看着他生气。哎，这胡相公既然这么说，那像这样的破草屋，你一定趁个10间8间的。你行行好，你给我1间，让我有个安身之所，好不好？好，草屋啊是该要赔的，可是赔的人不是我，那个要赔你的人啊，他在，要赔我草屋的人呐，已经让怜香惜玉的花花公子给放走了。海怪，我放走了他，我也知道你心里很不舒服。但是如果我真的不放走他的话，又能怎么样呢？难道咬他一口吗？行，放走他也好。他要是在这里啊，少不得要流下几行眼泪。到那时候，我们胡相公又该心软了。胡相公一心软，少不得要摸人家大腿。到时候人家女人拿着宝剑抵住他的喉咙。哎呀，到时候我就是想救你，也找不到第2间草屋让人家拆。好了，你们2个一唱一和的，想我被气死啊？你知道吗？我是一点儿也不生气。哎，我被人家欺骗了那1次，上了那么1次当，就绝对没有第2次。哎，海怪，我想啊，他一定是上辈子欠了很多女人的债，所以他这辈子是来还女人的债的。不过凭良心讲，这一次酒鬼这样子，我倒觉得他并没有做错，也不能怪他。你想想看，那位金姑娘真的是一个说什么就做什么的人。你看，她骑着马上过房，还来过我们洗澡的地方。哪怕你说她光着身子在大街上乱跑，这件事情我也不会觉得奇怪。但若说她会使奸计来骗我们，这倒是我万万想不到的事情。哎，老臭臭啊，平常你的嘴巴是很臭的，可是这次呢，终于还是说了一句良心话。哎，你知道我当时啊，完完全全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，所以我才会上当的。话虽然讲的挺有道理，但是刚才在屋里，骗人的不是他吗？哎，没错，
刚才在屋里面骗人的的确是他，不过我想，这并不是他的主意。没错，我也觉得不是他的主意。也许啊，他是被人要挟的，否则啊，他一定不忍心骗你这位多情的大少爷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说，就金姑娘那个脾气啊，她那个性格，谁敢指使她？谁敢要挟她呀？我想，他可能有把柄在那人手上。没错，他肯定有把柄在丁峰的手上，所以才会被他威胁。他每次一看见丁峰的时候，母老虎就变成了纸老虎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他是受丁峰的指使，也不无道理。但是你想想，丁峰想要的是老臭虫的命，哎，那为什么让他去偷那玉蟠桃呢？哎呀，这你还不懂吗？这个就叫做借刀杀人之计。借刀杀人？哎，丁峰肯定知道老臭虫是不好对付的，所以就叫他去极乐宫里偷取那个玉蟠桃。哎，那里是什么地方啊？那里一去不回头的。嘿，行啊，想不到你也变聪明了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还有，丁峰还有呢？没有了吗？那我告诉你们，丁峰使用的应该是连环计，一计之外还有第二计。你这么聪明的人不会想不到吧？第二计什么计啊？这第二计就是36计中的第15计，叫调虎离山。调虎离山？我想他丁峰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正在进行当中，生怕我们碍了他的事，所以他想将我支到离这儿很远的西方星宿海极乐宫去。如果我真的回得来，可能也是3个月之后的事情了。看来也只有你这种人，才能看破像丁峰这样奸诈的人呢。哎，这种阴险狡诈的事，我胡铁花不但做不出来，甚至连想都想不出来啊！哦，我突然发现，酒鬼骂人的功夫可越来越高了，骂人全不带半个脏字儿。哎，这我也是跟你学的，难道你忘了？哎，不管怎么说啊，这丁峰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。切，他有什么好了不起的？他能算出，哎，你们2个人对金灵芝毫无戒备之心，又能派他来做此事，就凭这一点，哎呀，他也很厉害啊。但是，丁峰绝对没有想到，他千算万算，还是漏了一算。哪一算？就是他怎么算也没有算到金灵芝的脾气。像金灵芝这样脾气的人，不管他走到哪里，遇到什么事，他都忍不住发大小姐脾气。不然，他怎么会强逼你去跳海呢？如果你没有去跳海的话，怎么有机会把我们2个救出来呢？要不你房子怎么会塌呢？你还说呀你？都在这儿。女人真是善变啊！有人说，女人的心就像是5月黄梅时的天气。说这句话的人，真是天才。二位请。老瞅瞅，你不是说武未央已经死了吗？怎么还活生生的坐在这儿啊？二位，既然来迟了，是不是该罚呀？该罚该罚，我先罚3杯。
好，好，好，楚兄都已经喝了，那么胡兄呢？哦，他都喝了3杯，我喝6杯。好，好，好，胡兄果然是海量，名不虚传。哎，阁下原来早就认得我们呐。2位的大名，江湖上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啊？在下要是说不认得2位，岂非是欺人之谈了？呵，是。在海帮主这里，能把我们给认出来，那倒不奇怪。可是，我们也能把你给认出来，你说奇怪不奇怪啊？哦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那倒奇怪得很。不过，在下既没有2位这样的赫赫大名，也极少在江湖上走动，却不知2位怎会认得在下的？怪事年年有，我就偏偏把你给认出来了，你信不信？